各位亲爱的观众老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今天分享内容至关重要，会颠覆你对所有翻墙软件的认知。本期课题：白嫖免费永久 VPN。2025年最新版本 BPP 部署基础教程，100%成功的大杀器，以后再也不用续费 VPN 了，自己就可以翻墙。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BPP Panel， 它是一个结合 Cloudflare、Workers and Patches 的代理面板项目，可以帮助用户轻松搭建免费 VPN， 实现永久免费节点订阅，为使用跨平台客户端提供相对应的配置。那先前的话是由于官方收紧了 BPP 项目的审查，所以在直接使用源代码或者是作者提供的混淆代码，很容易出现1101的报错。那今天这个版本呢，将会更新掉这一个错误问题。那同时呢，为了证明我们并没有开启到 VPN 这个梯子我们尝试打开一个 YouTube 的网页，你发现我这边是明显打不开的，请在我这个教程之后呢，再去看一下我是否能打得开。那么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教程。首先准备工作，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一下 GitHub 的账号，相信各位观众也一定有，因为步入 Web3 这么久了， GitHub 账号总会有吧。然后再是 Cloudflare 账号，那这个的话去注册一下就好了，很简单，搜索一下就可以，另起一个新的浏览器，搜索一下它。第三个域名的问题的话，我已经帮你解决了。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斥巨资我花钱了，然后申请了到了一个域名。各位的话可以使用我的域名，然后去尝试这个步骤能不能跑得通，能不能通得过。那可以使用我的，反正就是相当于是对你来说是免费的，虽然我花了这个钱，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值得的，你自己去部署了才是你真正自己的东西。好，那我们也不扯这么多了，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教学内容。你要仔细听因为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让你在最终部署的时候出现失败。首先来到我们的 GitHub 的这个页面当中那这里呢，先选择一下我们的主页，在主页当中点击到一个创建新的，就是第一项。那我们点击一下，点击完成之后呢，这边的项目可以输任何一个名字这个没有什么关联，我们这边还是以我的这个元老的名，然后作为一个例子。输完成之后呢，点击一下创建，等待它创建完成。然后这边呢，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基础上添加一些对应的源代码，我们点击一下。这里这个方向的话是直接可以通过复制的还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对应的转到 GitHub 账号，然后进行一下粘贴。这边呢下方继续去进行一下复制那最好在粘贴的时候呢，也自己去看一下那是不是一样的。再将这个源代码进行一下复制，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去进行到一个粘贴。然后在这里呢选择一下右上角这一个绿色的按钮，然后继续选择绿色的按钮。这边呢，我们就是在运行它这一个程序了。一开始的这个项目的话，它仅有这一个文件夹它没有另外额外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步骤。我们来到 Action 的这个标签下，然后选择到下方自动的这一个 Worker。那在这个方向上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点击到一个绿色的按钮这边，那等待它这边的运行。可能过程当中的话需要大概没多久的时间耐心等待一下就好了。然后如何辨别自己有没有完成这一步那其实是非常简单，除了这个方向会出现这一个正在运行的这个图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开一下。它这里呢实际上是在运行当前这一个版本了。那完成这一个步骤之后呢，怎么去看自己有没有成功点击到我们对应的 code， 你会发现它下方出现了两个文件。出现这两个就代表我们 GitHub 的话已经是部署完成了。接下来怎么去做呢？来到我们的 Cloudflare， 所以你在这个方向上要先去注册一下 Cloudflare 账户注册的话就用自己的邮箱，非常简单。在注册完成之后呢，我们选择计算的这一个，那你这边的话可以更改自己的语言一开始的话可能是英文，现在选择到一个简体中文。在这里呢选择到 Workers and Patches， 选择完成之后呢，各位观众一开始在进行尝试的时候，你是没有对应的我的这个文件的，怎么办呢？点击一下创建，创建好了以后呢，选择 Patches， 在这里呢连接到我们的 Get， 使用到我们刚刚去创建的这一个储存库，看到没？就在这里，点击一下，那我们进行开始设置，然后这个名称的话什么都不用改，然后保存并部署。
这边的话就已经对应的把 GitHub 的源代码引入到了 Cloudflare 这个当中。然后我们耐心等待一下，整个过程的话，我其实不太想给大家进行删减了，因为这一个流程的话，任何一个就是可能你没有看到的画面，都有可能造成你最后的错误，所以我们就一镜到底。那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空白的部分，大家就见谅吧，因为有可能我们需要停留的时间太久了。然后这里我们是正在部署啊，然后耐心等待一下。那么现在已经显示成功，你的项目已经部署到以下区域全球。然后在这里点击继续处理该项目。在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首先去选择一下设置。这里呢会有一些构建、变量和机密、绑定、运行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我们选择一下变量和机密。在这个方向上呢，我们需要去添加一下自定义的文本然后和对应的构建变量。在这方向上呢，我们要输入一下 UUID， 请注意 UUID 的话一定要是大写。那如果你觉得不保险的话，没关系，我们在这方向上进行到一个复制也是可以的。稍等，我去找一下，在这个方向上，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下复制 UUID， 反正也是大写的。那同时点击一下我们的 UUID 的生成器，在这个方向上呢，它可以通过打开一个全新的网页，生成5个 UUID 的识别码。那最好呢，再点击一下生成，我们把中间的这一个进行一下复制。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回到这一个 Cloudflare 这一个，那以后就简称为 CF 吧，这样的话更加清楚。然后将我们当前这个变量名称 UUID 大写，对不对？然后值的话进行到一个粘贴。选择好之后呢，点击添加变量，在这个方向上呢，我们仍要进行复制。复制什么内容呢？就是这一个 proxy 点，就是下划线 IP 啊，一定要有下划线的啊。那也是一样的，调转到这里进行到一个粘贴。然后这边的话值也是一模一样的，点击可以随机代理一个 IP 的站点了。这个方向上任意复制一个。那如果你觉得不保险的话，你可以复制一下你自己的 IP。也是可以的，反正都没有关系。然后这里的值的话也是进行一下粘贴啊。这方向上的话其实可以输入多个值，但是我们一般推荐一个，因为多个的话可能会造成那个解码有问题。然后继续添加变量，变量的名称的话是下面这一个，它这个其实就比较好理解了，生成一个简单的密码字符了。然后我们再返回到这个 CF 的页面，然后进行到一个粘贴，密码的话随意输入了，没关系。然后这边点击到一个保存，完成这一步之后呢，选择一下数据和存储库，那么选择到对应的第一个板块 KV， 在这个 KV 当中呢，创建一个命名空间，命名的任意一个名称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无所谓。然后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再次返回到这个计算当中，也就是 Work and Pages， 选择我们刚刚创建这个项目，在这个方向上呢，选择设置绑定。这里点击一下添加，添加的话就是我们 KV 的命名空间，请注意这里的变量名称一定是小写的 KV， 然后再是我们命名，刚刚就是命名的那个空间了，点击一下，然后选择保存就可以了。那我这里已经显示我已经保存完成了，保存完成之后呢，也是对应的这里会有一个项目就是空间的名称。完成这一步之后呢，选择一下自定义域，很多观众也会在这个方向上卡顿，为什么呢？是因为自定义域的话，你要先去购买一个域名。那没有关系，正如我视频的开头所说，我已经为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域名的话，我已经提供了。在这里点击到我们的账户主页，然后这里就是我刚刚开通的这个域名。如果你想要开通的话，就是等一下可能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方向上。那它的网站是 Namesale，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进行到一个注册，可以使用支付宝来进行支付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你在这个方向上域名越复杂，或者是越奇葩了，它创建的费用就越低，大概20-30块钱还是要的啊。它是以每刀计算的，可以用支付宝来进行支付。那我已经提供这个网站给你了，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你是可以在这里进行创建。但是呢，在创建的时候，我要跟你讲的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要不要给你展开了啊？算了，我展开吧，我怕等一下你又觉得我可能讲的不仔细啊。在一开始创建的时候呢，你是要先选择到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就是我的账户这一边，然后选择管理。在管理当中呢，你会出现你刚刚购买的这个记录，
购买记录的话，一开始的 DNS 啊，我们是一个都不能要的，要全部删除啊。在这个方向上 ，DNS 要全部删除，因为对后续的解码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这个方向上呢，要去进行到一个更改。更改的话，就是将我们这边的服务器更改成为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服务器。那好了，又要回答你相关的问题，他提供的服务器我们怎么知道呢？选择到我们对应的主页，然后这里选择添加域，然后你刚刚创建的那一个域的名称啊，比如说我是这个，然后点击复制，然后这边进行到一个粘贴。那其实我这边做个其他例子好了，然后我们点 XYZ， 然后选择继续。你跟着它这个步骤来的话，它会然后我们这边选择一个计划，免费的啊，一定要选择免费的。然后跟着这个步骤走啊，它这边又开始出现卡顿了。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 DNS 的记录啊，那一样的，如果你发现在这个方向上有 DNS 的记录的话，也要手动进行删除。如果没有的话，那更好。然后这边点击一下继续前往激活，然后这边会出现一个没有 DNS 记录，点击确认。确认好了之后呢，我们会来到这一个最后一步，更新我们的名称服务器来激活到 Cloudflare， 也就 CF 了。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有两个名称服务器对应的，点击一下复制。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网站，然后进行到一个更改，就是把这两个更改掉。能看得懂吗？这两个更改掉，然后这样就 OK 了。更改完成之后呢，我们再返回到最开始的这个页面，然后选择到添加域，然后将我们刚刚那个内容全部都复制下来。它会有一定的审核时间，审核大概是在10多分钟左右。审核完成之后呢，你会出现跟我一样的活动。如果你审核失败了，也不是说失败了，就是没有成功的话，它会显示名称服务器无效。我觉得我讲的应该很仔细了，不可能应该会有问题了。那这个说完之后呢，我们继续返回到这个 Works and Pages 这个方向上。那我再给你演示一遍，我怕你又不知道从哪里进。然后选择我们刚刚创建的项目，在这个方向上呢，选择一下自定义域，然后设置自定义域，将我们刚刚的这个账户主页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域名了，进行一下复制。因为它这里要牵扯到2级域名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下更改的啊。那这里我们先进行一下复制粘贴吧。我找不到了。哦，对，选择到这一个 Works and Pages，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项目。然后自定义域，点击设置自定义域，将我们刚刚复制内容进行一下粘贴。所谓2级的话，就是在前面加一些字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继续。那这个方向上你会看到我这边已经可以有使用的 DNS 的记录了，然后我们激活一下域就好了。我是已经成功之后的，所以我会比较快了。如果你第一次做的话，可能要尝试10多分钟左右。那它在这里的话也是要提醒你啊，需要可能长达48小时，然后才可以得到更新啊。那我们只能在这个方向上就是耐心等待一下。那这一步做完之后呢，那稍微等一下，它正在验证了。这边我们自定义的状态已经显示活动了，就说明我已经成功了，对不对？对应的点击一下部署。一开始的观众老爷，你只有一个域名啊，你后方这个它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那要怎么显示呢？选择一个离我们最近时间状态这边啊，时间离我们最近的这一个，选择到重试部署。重试部署完成之后，这边下方会出现一个新的域名，通过点击它，你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网页。在这个网页上，我们需要去操作，它其实就是 BPB 的这一个部署网页。那我们这个放在之后。在这个环节当中，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打开一个 BBB 的网页，它现在显示面板出现了一点问题，无效的 UUID。那这个的话怎么处理？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选择新建一个浏览器，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输入一下 UUID 的最新生成。UUID 最新生成，那其实可以它这个我这个电脑有病毒了，就是。我们直接通过这个百度来搜吧 ，UID， 然后选择一个 Online， 这个版本的话是可以根据我们当前实时的状态自动生成一个。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太好的话，点击一下刷新，然后选择下一个。在复制的时候，请注意啊，这里的话要从 C 开始复制啊。如果你双击它的话，它会把后方的这个框，就是那个空白处，它也会复制下去。
复制好了之后呢，我们再返回到这个页面当中，稍等一下，再返回到这个页面当中，点击一下设置，然后选择变量和机密，这里的 UUID 要进行一下更改咯。更改完成之后呢，选择一下保存，保存好了之后还要再次进行部署，懂我意思吗？这边保存完成之后部署离我们最近的这一个状态的文件，然后重新部署。重新部署之后呢，你应该就是可以打开了，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打开之后呢，就是这样一个页面，这就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工序都是完成的。对。通过点击这一个网页，那需要在这一个新打开的页面当中尾缀写下一个下划线，然后再是 PANEL。那这个呢是辨别我们是否成功的一个标识啊。如果我们成功打开这个页面呢，第一下的话肯定是让我们输入一个密码。那这个密码的话，建议大家是稍微复杂一点会比较好了。然后这里我们先输入一下密码，你只有出现这个你才是成功的，不然的话你都是错的啊。然后你看我今天这支影片的话，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吧。这个我已经简化到最简单了，我已经研究了整整一天，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用的。然后这边呢，是因为我当前网络的原因，所以它很卡。在我们成功设置完密码之后呢，然后这边我们先保存一下，然后点击到 Local In， 然后我们就来到它这个 BPB 的主板设置页面。在这个方向上呢，一开始会有一个这两个其实不用管它啊，然后直接从这一个虚伪的 DNS， 然后进行就跟大家讲一下怎么设置吧。其实，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到，必须要选择到这一个，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些数据的话，可以进行参考。那这边的话给出了一个基础的设施，这边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一个 IP， 然后这边选择到第一个进行到一个复制，那只是为了测试啦，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太紧张。然后这里呢会有个清洁 IP 啊，清洁 IP 的话实际上就是优质 IP 啦。那在这个眼下这个市场当中啊，估计也没有什么太清洁的 IP 啦，除非你自己去买。然后这边的话 IPv6 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禁止的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开启，不过呢我一般是建议大家禁止掉，因为用不到平时。然后在下方的话会有一些选择，那同样的你都可以进行参考这一个都勾选，然后勾选的话443、8443等等等，那这里呢其实都有一一对照的啦。另外在这方向上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里啊就是下方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刚刚不是进行到一个设置嘛，设置完成之后，在这个方向上要进行一下勾选啊，这里 LAN 和 China 和广告都去掉，然后选择到一个这个确认，然后显示到 successfully 就已经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按照下方的操作来。之后呢，我们再来选择一下，它这里其实支持的终端种类的话还是挺多的，那我们对应的需要可能去进行一下下载。然后这边我们另起一个新的浏览器，然后这边进行到一个粘贴，下载对应的版本。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电脑来进行操作了。一开始下载的话是这个样子啊，稍等一下，我给大家进行一下解码，因为我突然之间忘记怎么做了。一开始给到一串字符的话，你和我一样都懵逼了，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去做。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另起一个新的浏览器，然后搜索一下 GitHub， 在 GitHub 上找一下原文件。那这个原文件就叫做这个 VRRAYN 的 Pro 版本。那为什么是这个呢？因为它后方有显示啊，它支持的这一个应用终端的话是有支持到这一个版本的，所以去下载它应该准没有错。然后这个方向上呢，怎么下载呢？点击一下绿色的 code， 选择把所有的文件全部进行到一个下载。下载好了呢，一开始它是一个压缩包，需要解压到当前的桌面当中。那我现在的话已经解压过去了。那在我的信件文件夹，一开始的话要找一下啊，它在第一个文件夹当中的这个应用程序，看到没？那一开始选择的话是英文的板块页面，那怎么变成中文呢？点击一下3个点，然后选择到第一个中文。那需要重启一下，重启的话，你需要在这个后台端啊，后台端的话清除，就是退出，然后再重新打开，它才会显示中文。好，接下来的话就开始重头戏了，如何选择到订阅分组？然后在这里。
在这个方向上呢，选择订阅分组设置，然后选择添加。那这里的话，名字可以任意一个，没有关系啊。我们这边的话，给它随意取一个名字。然后在这里呢，可选地址啊，就是应该是我们刚刚复制的那个内容啊，就是我们点开这个，然后选择把对应的链接复制下来。哦，复制错了，是这个第一个。然后呢，返回到我们的这一个，进行到一个粘贴，然后这边点击一下确认。这里的话操作成功啊，因为对，就操作成功。好，后面我们看一下怎么做。然后呢，找到我们这个订阅的分组，就是我刚刚命名的这个，选择订阅分组下面的更新当前的订阅，然后通过代理点击一下，那大概等待10秒钟的时间啊，它这里就会显示啊，你会看到我这边有很多个 VPN 的节点，什么 VIP。然后这里呢，我们来随机测一下速吧。这边我们给它测一下速，看一下这个网络状态怎么样。大概是259的延迟，那应该还可以吧。那我们再返回到这个 YouTube 上进行一下重试，看一下它能不能打开这个网页。那我是第一次尝试啊，我可能有些好像不太行哎，是我没有设置好吗？这步操作完成之后呢，选择我们这个分组，就刚刚创建的，然后选择到订阅分组下的更新当前的订阅，大概需要等待10秒钟的时间，它就会体现出我们当前这个节点信息啊。那这里的话，我们先来进行一下测速怎么样？大家肯定会拭目以待。我们选择到一个 clean 的 IP， 也就是我们优质 IP 节点，然后进行一下测速。那这里的话应该有一个测速。然后它在我们的右侧会显示等待测速，大概延迟是44，非常非常的快，那应该没什么毛病了吧？那我们将这个设置为活动服务器，然后目前是正在活动的状态。点开我们的 YouTube 试一下啊，我不敢保证这个肯定能成功啊，但是好像看起来是为什么没什么反应的？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我靠，这他妈也太强了吧！那我要完成这个东西的话，以后你们大家还开什么 VPN 啊？直接按照这个步骤来就好了呀。那再也不用花这些钱了。救命啊！好像分享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本期这里面对你来说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请一定要高抬贵手，一键3连，行不行？那这次的要求一定不过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儿。这里呢，点击一下设置为活动服务器，我们刚刚测速过259左右，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下方点击一下启用 Turn， 那你会发现，诶，它 YouTube 怎么就突然之间开了呢？是吧？那随机点开一个，感觉一下网速吧。那应该没毛病吧？这 YouTube 都已经开了，好像也不用给大家展示。这可能会有点卡，是因为它这个节点这个纯净度不高啊。那如果你想要个更高点的纯净度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设置为活动服务器。那我不给大家演示了，反正我 YouTube 网页已经打开了，对不对？大家也能看得到，是吧？那么牛逼，真的牛逼，我成功了。不枉我就是我今天从10点钟一直到现在，就是我研究这个快给我研究吐了都。好，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一定要点赞啊！那这个我可以帮你省钱了，一定要点赞的啊！